大家好，我是小明，和在我旁邊的是可愛的小紅。大家好，我是小紅，一周沒見大家了，大家最近好嗎？這一周我們倆確實都很忙，對吧，小紅？確實很忙。除了在公司上班，這一周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各種中國經典電影。哦，你在研究中國的電影啊？是啊，那你呢，小明？你上個星期忙什麼了？我去旅遊了。不過聽你說在研究電影，我就很好奇了。電影一直都很吸引人，趁這個機會，我也想把自己研究的東西運用起來，和你一起討論電影和學中文，你覺得怎麼樣？太棒了嘛！電影不僅僅是娛樂，它是一扇窗，讓你看到語境、文化。最重要的是語言真實性，也就是中國人日常使用的語言。沒錯，那今天我們就來教大家怎樣選電影，以及如何用電影來進行最有效的聽力練習。同意，很多人看電影，但他們只是看，不是學。我們要改變這種狀況。在進入正題之前，請花一點時間點讚這個視頻，並訂閱我們的頻道，打開通知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精彩的課程了。非常感謝大家。好了，現在讓我們開始我們的電影之旅吧。我們會先從3部曲開始，我稱之為必看3部電影，標準是語言地道，劇情容易跟上，而且片長也很合適。第一個代表宮鬥美歷史題材，那就是《甄嬛傳》。啊，我的天哪，《甄嬛傳》一部太過經典的劇。但小紅，宮鬥劇的語言通常非常莊重，而且有很多古老的詞語 ，HSK 3到4能跟得上嗎？這就是重點。《甄嬛傳》的配音是標準的北京腔，雖然詞彙可能有點古風，但情景和人物的感情卻非常清晰。它非常適合你練習莊重的語調。聽聽這句話，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感情到位了。臣妾是一個你在 HSK 課本中很少會遇到的詞，但看完這部劇，你會刻骨銘心地記住它。對，學習技巧1，停下來，重複並記錄下那些標誌性的台詞。例如，當你聽到那句話時，馬上停下來，重複並記錄下生詞。第二個代表現代美青春題材，語言更貼近生活，我選《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哇，好浪漫啊！這部劇的語速適中，非常適合 HSK 3級的學習者適應日常交流的中文。完全正確，在這裡你會學到如何吵架，如何談情說愛，如何抱怨，使用哎呀或者真的假的這樣的詞。比如女主角生氣時可能會說，你這個人怎麼回事啊？怎麼回事是一個 HSK 4級非常實用的短語，用來詢問發生了什麼。學習技巧2，關掉越南文字幕，試着看5分鐘只帶着中文字幕。當你聽到像生氣這樣的詞，並看到它出現時，你的大腦建立連接的速度會比你閱讀翻譯快10倍。對，這是關鍵。如果跟不上，就重複看那段2次。第1次只聽，第2次打開中文字幕，第3次跟着讀。第3個，不能缺少武俠劍俠題材，因為它是中國電影的靈魂。我推薦《神鵰俠侶》2006年版。哇，姑姑和楊过，這個選擇很棒。
雖然像江湖或者恩怨這樣的詞看起來難，但武俠劇的台詞往往簡短有。正是，你會學到非不可這樣的句式，例如我非找到他不可，或者充滿氣魄的感嘆句，比如好漢請留步。學習技巧3，看武俠劇時要注意他們彼此的稱呼，師父、師兄、大俠，這些詞對理解電影中的社會體系和關係非常重要。這幫助你理解中文不僅僅只有你和我，它有數百種方式來稱呼別人，取決於關係和語境。所以總結一下，宮鬥劇練習標準語調和莊重詞彙，青春劇學習日常交際中文和適中語速，武俠劇學習有力句式和文化稱謂。剛開始時，不要試圖100%理解，你的目標只需要抓住主要意思和認出核心詞彙。看電影是一個重複接觸的過程。你說的太對了，就像你學一首歌，你必須聽它很多次才能記住歌詞，電影也一。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這3個體裁的堅實基礎，但中國電影的世界不止於此。在下一部分，我們將深入研究那些極其熱門的網絡趨勢，並學習當你與中國年輕人交流時，你肯定會遇到的網絡流行語，是不是很期待？當然期待了。不過呢，我們得承認，現在的年輕人審美有點不一樣了。沒錯，大不一樣。如果你想理解年輕的中國人正在說什麼，你必須看那些網絡劇，或者那些從網絡小說改編的，在抖音上風靡一時的劇。這些題材有一個共同點，語速超快，而且充滿了網絡流行語。但正是這些流行語才是寶藏，幫助你聽和說得更自然。讓我們來談談一個非常熱門的趨勢——甜寵劇。故事情節可能有點老套，但它提供了大量的撒狗糧，意思是公開表達感情的對白。哎呀，我最喜歡甜寵劇了。例如，在一個浪漫的場景中，女主角可能会說：“你再這樣，我就要被你齁甜死了。”齁甜，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詞。齁最初的意思是甜得讓人不舒服，但在網劇中，它卻以一種有趣、積極的方式表示非常非常甜蜜。這是一個關於流行語如何改變含義的絕佳例子。學習重點1：當你在現代劇中聽到一個新詞時，不要只查 HSK 詞典，請立即在百度上用 XX 是什麼意思進行搜索，找到它在網絡上流行的意思。正是。現在我們不能不提到都市職場劇，這些劇集是學習有關工作和辦公室鬥爭短語的金礦。當然，例如像電視劇《歡樂頌》，高級角色可能會說：“這件事情你要接地氣一點，別總紙上談兵。”兩個非常有用的短語，接地氣意思是實際貼近生活，而紙上談兵是一個 HSK 5到6級的成語，但在職場劇中經常出現，意思是只說理論。學習重點2：當你遇到一個成語時，不要害怕，電影為你提供了直觀的語境，倒回去看那個場景，觀察角色的面部表情。如果他們帶着失望的表情說紙上談兵，你馬上就會明白這是一個消極的表達。情感幫助你記住成語比書本更好。此外，在網劇中，特別是穿越劇，有很多帶有輕鬆幽默感的術語，結合了古代和現代語言。
例如，一個穿越到古代的角色說：“我的人設崩塌了。”哈哈，人設是人物設定的縮寫，意思是形象、性格和崩塌。一個絕妙的幽默對白，非常適合 HSK 4級學習。另一個例子，當一個角色感到極度失望時，他們可能會使用檸檬精這個詞。檸檬精？這是什麼意思？聽起來有點難以理解，對吧？檸檬是酸的，檸檬精指的是一個嫉妒或妒忌別人成功或運氣的人。當你看到別人炫耀時，你可以說：“我酸了，我是檸檬精。”原來如此，顯然像齁甜和檸檬精這樣的流行語不在 HSK 教材中，但它們是你融入中文社區的鑰匙。學習重點3：專注於情感。這些流行語通常與強烈的情感、快樂、嫉妒、憤怒聯繫在一起。當你聽到角色帶着無力的表情說“我太難了”時，請立即記住那種情感。總而言之，你應該看網劇和甜寵劇，以適應高速語言和網絡詞彙。你會發現自己說話自然和有趣得多。是，有時候這些流行語是源於劇中極其特別的角色，我們需要分析這些角色。說得對，在第3部分，我們將挑選一些著名的人物情景，深入分析像渣男和舔狗這樣最熱門的網絡術語，看看他們在實際對話中是如何使用的。很多流行語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們往往是從電視劇或電影中的特定角色衍生出來的。掌握這些詞，你的口語就能立刻升級。首先，我們來談談一個非常負面但又非常流行的詞——渣男。聽到這個詞我就生氣。在電視劇中，通常指那些花心、不負責任、傷害女性感情的男人。比如在某些都市劇中，男主角表面看起來很完美，但背地裡卻欺騙女主角。想象一下場景，女主角傷心欲絕地對朋友說，他竟然背着我跟別人約會，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渣男。學以致用意，當你想表達對電影中反面人物的鄙視或憤怒時，就用這個詞。請注意演員的語氣，他們會用充滿憤怒的聲調說出渣男。與渣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個也非常著名的術語——舔狗。舔狗，哈哈，這個詞太逗了。它意味着一個人放低自己，竭盡全力去取悅自己喜歡的人，通常是得不到回報的。他們總是圍繞在對方身邊，就像一隻小狗在舔主人的手掌。青春校園劇裡有很多舔狗，他們願意為女主角做任何事，比如買奶茶、做作業或冒雨送傘，但女主角只喜歡那個冷淡的男生。一個經典的對白是：別再做舔狗了，他根本不把你當回事兒。學以致用2，學習短語，不把當回事兒。這是一個 HSK 3到4級非常好的結構，用來表達不尊重或不關心。電影幫助你理解說這句話時的蔑視語調。接下來，我們談論一個用來描述角色溝通技巧的術語——情商低。情商是情緒商數的縮寫，即情感商數。職場劇，正如我們在第2部分所說，經常有情商低的角色，他們專門說一些不合時宜或不得體的話。比如，你的老闆正在談論一個失敗的項目，一個情商低的角色插嘴說：“老闆，其實這個項目從一開始方向就錯了。”
哎呦喂，聽完這句話，老闆肯定會想，這個人說話真不會看臉色。學以致用3，看臉色是一個非常好的短語，意思是知趣應變。電影是看到行動和語言同步的絕佳場所，這有助於你深刻理解情商高低在中華文化中的含義。那麼，從渣男到舔狗和情商低，總而言之，看電影不僅是學習詞彙，更是學習人物分類和從中國人的角度評判行為。這對 HSK 4級進入更深層次的交流至關重要。對，是學會吐槽。當然，當你吐槽一個角色時，你需要有合適的語調和情感。如果你說渣男時沒有一絲憤怒，那麼聽者就不會理解這個詞的嚴重性。在前面，我們已經選好了電影和學到了詞彙，現在我們要讓你的發音和聽力更上一層樓。很多人 HSK 4級的朋友問我，為什麼我聽懂了每個字，但還是感覺聽力不自然？答案就在於語調和輕聲。對，在實際的中文對話中，聲調不會像你在 HSK 錄音中聽到的那樣僵硬，它們是流動的，隨着情感而變化。電影是捕捉這種流動性的最佳工具。我們舉一個例子，還記得我們第一部分提到的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嗎？當女主角陳小希焦急地找男主角江晨時，她可能會喊：江晨，你在哪兒啊？注意這個啊，如果是在課本上，它只是一個感嘆助詞，但在劇中，因為他正在焦急，他的語調會升高，而且拉長。你在哪兒啊？這種聲調立刻傳達了擔憂。學聽力技巧1，模仿情緒的起伏。看一個場景3次，第一次只看畫面，猜人物感覺如何，高興、悲傷、生氣。第二次只聽聲音，確認你的判斷。第3次重複演員的台詞，努力模仿他們的音量和高低音。另一個關鍵是輕聲。輕聲在中文中無處不在，但很難掌握。電影會自然地教你，例如名詞後面的子幾乎都是輕聲。沒錯，我們說桌子而不是桌子發第3聲。如果你的子發音太重，聽起來就會很奇怪。再比如形容詞後面的的總是輕聲。想象一下《甄嬛傳》中的皇上，他可能會說：你真是個好奴才。這裡的個和奴才的才都是輕聲，發音非常短促和柔和。學聽力技巧2，注意虛詞和後綴。在電影中，的、地、得、勞著過這些虛詞和後綴，通常被弱化為輕聲。這是聽力理解中最容易錯過的部分，因為它們發音很弱。另外，我們還要強調語速。在第2部分，我們提到網劇語速超快，這不是巧合，這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速度。在快速對話中，很多發音會連讀或吞音，例如不知道經常被簡化成不知道或不知道。學聽力技巧3，練習連讀和吞音。找一段你已經聽懂80%的電影對白，然後像繞口令一樣快速地跟着念，不要試圖發音完美，而要追求流暢。另一個例子是語氣助詞，像呢、嗎、吧，它們決定了句子的意義和目的。對，在《神鵰俠侶》中，如果楊過對小龍女說“姑姑，你去哪兒”，是普通疑問句，但如果他說“姑姑，你去哪兒呢”，
語調會改變，那創造了等待回答或輕柔關心的感覺，句尾的語調會稍微上揚，充滿期待。總之，第4部分的秘訣是停止用 HSK 錄音的方式發音，開始像演員一樣用情緒和語調來表達你的意思。電影就是你的發音老師。太棒了！我們已經從選電影、學流行語到練習語調，但還有一個最後的挑戰，每個中文學習者都必須面對字幕。啊，我的毒藥，它既是救星，也是最大的障礙。对，在最後的第5部分，我們將推出無字幕觀影挑戰，並指導大家一步步戒掉越南文字幕，以真正突破自己的聽力技能。各位觀眾，我們來到了今天的最後一站，這是一個艱難但必須面對的挑戰。無字幕追劇。是的，這就像是中文學習的終極關卡。很多 HSK 4級的朋友告訴我，他們一開越南文字幕，注意力就全被文字吸走了，根本顧不上聽。我們理解，但如果你想真正提高聽力速度和反应能力，就必須擺脫它。所以，我們制定了一個3步脫離字幕的策略，適用於 HSK 3到4想要進階的同學。第1步，熟悉的老句重溫。沒錯，還記得我們在第1部分推薦的《甄嬛傳》或《小美好》嗎？你已經知道大致的情節了，這樣，當你關掉字幕時，你的大腦就不會恐慌。方法：挑選一集你最喜歡的，已經看過2次以上的，先用中文字幕看1次，確認自己能理解90%的詞彙，然後深吸一口氣，關掉所有字幕，只關注聲音和表情。這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你正在從閱讀理解轉向真正的聽力理解。第2步，針對性的速聽新劇集。好的，現在你感覺更自信了，是時候挑戰新劇了。但不要一下子看完整的一集，那樣壓力太大。方法：每次只看5到10分鐘，沒有字幕的新內容。看完這10分鐘，不要急着打開越南文字幕，而是先打開中文字幕，檢查你錯過了哪些詞。如果你發現自己錯過了重複出現的詞或短語，就把它們記下來，然後帶着目標再看那10分鐘一次，專注於聽這些新詞。這樣，你的學習是高效且有針對性的。這也符合我們在第4部分說的，你不是在聽單詞，你是在聽語境和情感。第3步，尋找無負擔的聽力資源。方法：除了電視劇，你可以開始聽一些中文播客或 YouTube 上的採訪，這些通常沒有字幕，但他們的速度和內容通常比電視劇慢，主題也更單一。是的，這些零負擔的聽力材料能讓你在沒有視覺干擾的情況下純粹的訓練耳朵。當你能在播客中理解70%的內容時，你就能無壓力的去挑戰無字幕追劇了。另外，要記住我們的目標，你不是要理解每一個虛詞，而是要抓住核心信息。如果你能知道誰在做什麼，為什麼，那就夠了。總結一下，第1步，用老句熱身，建立信心；第2步，用10分鐘新內容挑戰自己，有針對性的學習；第3步，通過播客純粹練耳。好了，各位，今天我們進行了一次全面的電影學習之旅。我們從經典老劇《甄嬛傳》、《小美好》、《神鵰俠侶》入門，到學習網絡流行語像、
渣男和齁甜。最重要的是，我们分享了如何通過語調、輕聲和情感來真正提高你的聽力。我們的核心信息是，不要只是看電影，要用電影，將你看的每一部劇都變成你學習中文的私人老師。記住我們的口號，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不要因為怕說錯聽錯就停滯不前，每天哪怕只看10分鐘，也比什麼都不看要好。現在輪到你了，你最喜歡哪部中文劇？你在看劇時學到的最有趣的詞是什麼？請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追劇體驗或學習問題。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請點讚並分享給所有正在用電影學中文的朋友。我們下期再見。再見，努力學習哦。